大姐来找我有事的吗？杜雨萌是心急下楼去阻止战一阳继续吃辣椒，还是问了大姐一句：大姐找你肯定是工作上的事，不过讨论的时间会有点长。你是决定先和大姐讨论工作上的事，还是先下楼去阻止战一阳继续吃辣椒？杜雨萌略一犹豫，还是选择了先去阻止战一阳。杜小姐猜到她也是选择战一阳的了，在心里叹了口气，她这个妹妹算是被战一阳吃得死死的了。当然了，战一阳也没有跑出妹妹的手掌心，没有爱上妹妹的本人，却爱上了妹妹的马甲，仍然是妹妹一个人。得亏战一阳爱的那个女人是妹妹的马甲，等于是妹妹。如果他选择的是其他女人，杜大小姐是绝对不会同意妹妹吃回头草的。他们杜家的千金不需要吃回头草。大姐，你等我10几分钟。行，我在你办公室里等你，或者你等会儿直接去我的办公室。杜雨萌边走边说道，我等会儿直接去大姐的办公室。大小姐便看着妹妹火急火燎地下楼去。她对杜雨萌的秘书说道，你们副总对那个姓战的还是很有感情的。秘书说道，战先生是我们副总第一个动了真情的男人，他当初对副总真的很好，简直是宠在心尖上的。我想没有一个女孩子能抵挡住战先生的宠溺。是呀，大小姐感慨的道，他家世好，能力强，俊美多金的，能一个人好的时候掏心掏肺的，又细心周到，萌萌会动心很正常。还好如今战一阳知道他在做什么了，两个人经历过分开，再重新在一起，想来以后会格外珍惜彼此。秘书说道，我们副总很清醒的，不会吃亏。杜大小姐眼神变得凌厉起来，说着霸气的话，战一阳还敢伤害你们副总，我让他尝尝我杜雨欣的厉害。他的弟妹，他的家人，谁敢动试试？杜雨萌不知道大姐和秘书说了什么，她坐着电梯匆匆下楼，以最快的速度跑出了公司。看到她的职员，只觉得眼前人影闪过，还没有看清楚人影是谁，杜雨萌已经跑出数米远。众人，杜副总速度好快，不愧是练武之人。杜雨萌快跑到公司门口时停了下来，改为慢慢走出去。众人，副总，我们都知道你跑得快如闪电了，就不用再装了。其实副总还是心疼战先生的。战一阳辣到麻木了，他又抓起一把辣椒要往嘴里塞去，被一只纤手拦住了。够了！杜雨萌搬开他的手掌，辣椒掉落在地上。他淡冷的道，你吃的够多了，再吃下去真会辣死人。战一阳满脸是泪，看着他因为辣的直掉泪，嘴唇辣肿。杜雨萌说不心疼那是假的。雨萌，战一阳吸了吸鼻子，杜雨萌掏出纸巾递给他擦擦眼泪鼻涕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哭了呢。给他一杯温开水。立即有人给战一阳送来了一大杯的温开水。杜雨萌接过那杯温开水递给战一阳，让他喝杯水。战一阳接过那杯水，一口气喝了个精光，嘴里的辣味被冲淡了不少。雨萌，你大姐说要我吃完这些辣椒的，我现在还没有吃到一半。战一阳看向篮里的辣椒，是一半都没有吃到。长这么大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辣过。此刻战一阳觉得喉咙都是火辣辣的，说话的声音都哑了。严重上火。海城这边冷，要是在管城吃了这么多辣椒，保管他当天就喉咙严重发炎，肠胃炎发作，上火的症状随即而来，然后上洗手间蹲上半天都不能出来。海城因为气候冷，天天吃点辣椒倒是没事，但也不能像战一阳这样吃那么多，肠胃受不了的。不用吃了，杜雨萌说道，我跟大姐说了，不用你再吃下去，她同意了。再给她倒杯水来，喝了水，我带你去医院。怕他吃了这么多辣椒，肠胃炎发作，痛死他。我没事。战一阳咳了起来。
杜雨萌不理他，等他喝完了第2杯水后，硬拉着他上了他的车，勒令他坐到副驾驶座上。杜雨萌开着车带他去医院。至于说要和大姐谈工作上的事，杜雨萌都抛到太平洋去了。杜氏集团的顶楼总裁办公室里，杜雨欣站在窗前，手拿着望远镜望着公司门口，看到妹妹拉着战一阳走了，便发了信息给妹妹，问杜雨萌去哪里。杜雨萌简单的回复了个语音信息给大姐：大姐，我带她去医院瞧瞧。战一阳那么不精辣吗？那一篮的辣椒也没吃多少吧，最多就吃了1/10这样，一半的距离都远着呢。当然了，对于一个饮食清淡不吃辣的人来说，一下子吃了那么多辣椒，够他受得了。杜雨欣没有再发信息给妹妹。管城那边的老太太看到杜雨萌闯入了直播的镜头，阻止了老四在吃辣椒。他老人家嘴上说着，萌宝心软的太快了，该让老四多吃点的，心里却松了口气。二太太和婆婆一样的嘴上说着风凉话，心里松口气，感激杜雨萌出现阻止了儿子继续吃辣椒。通过直播看到儿子因为吃辣椒辣得直流泪，嘴唇都肿了，还老咳打喷嚏，当妈的不可能不心疼的。只是儿子要重新追求杜雨萌，杜家大小姐这样刁难老四，老四只得受着。谁叫他当初不听他奶奶的话，他奶奶都反复提醒他不要后悔，那是话里有话的，他不听才会被杜大小姐整治。萌宝这个孩子我是很喜欢的，老四这次要是不把萌宝追回来，不用妈出面，我都不让他回来。二太太本来就对婆婆挑的儿媳妇喜欢得很，当初长子娶的宁云初，她都没有意见，也不曾嫌弃过宁云初瞎子，现在就更不会嫌弃。而且宁云初的表现也很棒，二太太就觉得她的儿媳妇都该这样。婆婆给她次子挑选的海城杜家二小姐，虽说海城离管城很远，架不住二小姐的优秀呀。二小姐还是银湖老前辈的徒弟之一，人家杜雨萌认识的人，随便拉一个出来都是大佬级别的，人脉厉害得很。去年知道老四说无法爱上杜雨萌，跑去跟他奶奶坦白时，二太太私底下跟丈夫吐槽老四没有眼光，放着好好的大家闺秀不要跑去追那什么狐狸。问题是老四追了人家小半年，连人家的闺名都不知道，更别提对方是哪里人，家住哪里了。偏偏他的哥哥们都拒绝帮他调查，摆明了要让老四吃苦头。因为哥哥们都听从了奶奶的安排，老五以下的也都听奶奶的话，就老四个这反骨仔当显眼包了，特别明显。兄弟们肯帮他才怪呢。二太太还是年后才知道，杜雨萌就是次子追了小半年的百变狐狸，也是银湖老前辈的徒弟萌宝。杜雨萌以萌宝的身份出现时，还来了几次游游山庄呢。她当时也看出婆婆撮合着萌宝和老四，给两个人制造独处的机会。后来萌宝离开了管城，也是到了此时此刻，二太太真心的佩服她家婆婆，怪不得以前天天往外跑，一年到晚都不见人影的。打电话给老人家，就是说她在外地旅游，一把年纪了还要遍大江南北，全家人出门最多的就是老太太了。原来老太太是去挑孙媳妇，每一个孙媳妇她人家都要花时间来观察，确定人品不错，还要了解对方，看看配她老人家哪个孙子适合。有她老人家在，他们这些当爸妈的才能过着幸福的退休生活，不用操心儿子们的婚姻大事。就算他们操心也没有用，儿子们都不听他们的，听他们奶奶的。老太太说道，她去海城之前，我跟她说过的，没有抱得美人归，不要回来，就在海城那边落地生根。烈女怕缠郎，缠得久了，雨萌就会原谅她。雨萌对她有感情，看穿了这一点，老太太才会鼓励老四重新追求杜雨萌的。若是杜雨萌已经放下了对战一阳的感情，接受了别人的追求，
开始了新的恋情。老太太是不会支持老四重新追求的，那样是当小三破坏别人的感情，哪怕会让老四后悔一辈子，此生遗憾也只能认了。还好杜雨萌不管是狐狸的身份还是萌宝的身份，亦或杜雨萌他对战一阳都是有情的。雨萌这个孩子好，感情专一，很适合我们家。二太太笑着夸赞杜雨萌，现在她是恨不得夸出一片花海来。娶妻娶贤，二太太又说了句。老太太看看次媳，笑道：人家杜家也不差的，那是咱们战家的亲家，就没有差的。二太太亲热地挽上了老婆婆的手臂，妈，老四的人生大事解决后，我小儿子的婚姻大事差不多也要提上日程的了。这2年还得麻烦妈帮我们挑一挑，长长眼。孩子们都是跟在爸妈身边长大的，最听妈的话，只有妈安排的人选，他们才会接受。若是我们催婚，他们直接就不回家，不接电话，不回信息，一点用处都没有。老太太很享受儿媳妇们对她的讨好、夸赞，也享受着媳妇们的撒娇。她这辈子都没有一个女儿，是几个儿媳妇为女儿，婆媳相处了几十年，从来没有红过脸，吵过架，比亲生母女还像母女。儿子儿媳妇也很信任她，依赖她。老太太享受的就是这种感觉，她在这个家，在这个家族，真如定海神针一样。孙儿9个，个个都被培养成才，能够独当一面，就算没有了战氏集团，凭着他们的能力，也能重新扬航，东山再起的。当然了，家有能孙，战氏集团只会蒸蒸日上，不会没了的。老太太如今也没有太大的心愿，就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战家有个女儿出生，希望她能活到老9，长大成人。完成了老头子的遗愿，她去见了老头子，也就无愧于他了。想想这辈子嫁给老头子，年轻时陪着他打江山，守江山，叱咤风云，退休后陪着他一起教导孙子，满以为夫妻能够白头到老，是到了白头，是到了老，但他先他而去，好几年了呀。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便是几年的光景。老头子走的时候，一个孙子都没有成家立室。老头子放心不下战印，说战印这孩子过于寡情，担心战印一辈子打光棍，不是娶不到老婆，是不愿意娶。如今前面6个孙子，老太太都给安排好了，有3个已经领了结婚证，办了婚礼，再过2个多月，第1个曾孙辈便能出生。他对得起老头子了。妈，你怎么了？二太太忽然紧张地问。老太太一回神，觉得脸上湿湿的，儿媳妇急急地拿来纸巾，她抬手抹了一下脸，手掌满是泪水。真丢脸呀，一把年纪了。想起老头子，她居然还落泪了。但她是真的很想老头子，她还想像以前那样，身边有个伴，不管遇到什么事都有个人商量，有个人给她依靠，天塌下来都会帮她撑着，不用她一个人孤军奋战。我没事，风吹了沙子入眼。老太太接过了儿媳妇递来的纸巾，擦拭着眼睛，努力地挤出点笑容。二太太说道：妈，咱们在屋里，风吹不了沙子进来。妈是想起爸了吧？公婆的感情极好，他们是公婆感情极好的见证人，能让婆婆掉泪的人只有去世多年的公公了。想起公公去世那会儿，全家人最担心的就是婆婆，担心婆婆伤心过度。孩子们天天陪在婆婆身边，奶奶长奶奶短的，有孙子们的陪伴，有儿子儿媳妇的孝顺。老太太走出了伤痛，但只要想去了老伴，老太太依旧难过至极。若不是公公跟婆婆说了遗愿，他们都担心婆婆会追随公公而去呢。她以前听婆婆对公公说过的话，生同枕，死同穴，生死相随。可能是公公担心她走后，婆婆真会生死相随吧，所以留下了遗愿，说什么不放心长孙。
说什么希望她能代替她看到曾孙女的出生，让遗愿支撑着婆婆走过伤痛的岁月。是想起那个老头子了，他早早就把我抛下。老太太擦了擦泪，不想他了。我比他有福气，我能看到我好几个孙子结婚。福气再重一点，说不定连老九结婚都能看到呢。我就盼着有生之年能够抱到曾孙女。老头子临终前说，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女儿，也没有孙女。二太太安慰的道：妈，你老肯定能长命百岁，活到120岁的，能看到老九结婚，也能抱到曾孙女。你老可是有9个孙子呢，对应的也会有9个孙媳妇，总有一个人能生个女儿的吧。这话二太太也不敢说得太满，毕竟战家已经3代没有女儿出生，以前有女儿的都夭折，养不大，到了最近这3代干脆就没有女儿出生，女宝宝都不敢来他们战家投胎吗？那是我会有9个孙媳妇，总有一个孙媳妇能生个曾孙女给我抱抱的。以咱们家的优良基因，若是有个女宝宝，肯定很漂亮，很可爱，软萌软萌的，像君妍那么可爱聪明。哎呀，我都好久没有见过君妍了，好想她呀。每次看到她，我都想当一回贼，把她偷抱回来养着。君家人也太那啥了，我只是想一想而已，又不会真的当贼，看到我却防贼似的防着。二太太扑哧的笑，妈是不是看到君家的孙小姐就流口水，抱着不撒手？人家也就一个宝贝疙瘩，你老那样的表情，他们当然防贼似的防着你。老太太想想自己流露出来的神色，不好意思的笑笑。所以啊，还是要自己有，自己有就不用羡慕别人，让别人羡慕咱们吧。不过很少有家族像他们战家这样几代人都生不了女儿的，肯定是战家的先祖活着时许的愿望是家族人丁兴旺，老天爷偏爱着战家，满足了战家先祖的愿望，人丁兴旺。老二家的趁他们现在不在家，你回去收拾收拾，咱婆媳俩出去散散心，就去风尘山庄。我想小妍妍了，她应该快会走路了吧？小孩子刚会走路时最好看了，像个小企鹅一样。二太太想到自己在家里也无聊，还不如跟着婆婆出去玩上10天半月的再回来，反正家里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，她又不是当家的太太，凡事有大嫂呢。好，不过妈要跟你儿子们说一声吗？还有阿印那里。老太太像看傻子似的看他，你傻呀，告诉了阿印，咱俩还能出去啊？阿印现在都不让我到处跑了，说我老掉牙，要在家里好好养老。也是老7老8还不着急结婚，他们初踏入商界，先让他们被社会毒打几年，成熟一点了，再帮他们挑个好媳妇儿。所以老太太就没有到处跑，表现出来的就是被长孙管得死死的。二太太一想也是，她说道：行，那咱俩悄悄地出门，我马上就回去收拾收拾，简单点，带上2套换洗衣服就行了，其他都不必带，君家什么都有。咱们去君家住一段时间，然后再带你去药谷拜访一下老神医，就是不知道老神医在不在那里了。反正他不在药谷，就是在风尘山庄当奶爷爷的。离彤彤预产期还有半个月，咱们就回来。老太太都想好了怎么安排接下来的2个半月，出去玩上2个月，然后回来住上半个月，她就升级当太奶奶了。二太太没有意见，全听婆婆安排。于是二太太起身离开，回她的住处收拾东西。结果在院子里遇到了三太太，三太太问了一嘴，二太太没有隐瞒，三太太也要跟着出门。等到老太太带着2个儿媳妇准备出门时，外出的唐君叶回来了，看到婆婆要带着2个妯娌潇洒去，唐君叶不干了，拖着老太太的手，非要跟着去。她看了二太太2眼，二太太讪讪的笑。最后就是婆媳4人一起离开的悠悠山庄。老太太的3个儿子回家时，发现自己的老婆都被老母亲拐出门，不知道跑哪里潇洒去了，兄弟3人哭笑不得的。
战丽蓉打电话给战印，向战印抱怨：阿印，你奶奶把你妈、你2个婶婶都拐跑了，也不知道去哪里，问管家，管家说不知道。真是的，才安稳了几天呀，又往外跑了。以前都是你奶奶1个人不着家，现在是4个人不着家了。战印，还好我老婆不在山庄里，否则彤彤都会被奶奶带出门潇洒去。奶奶在家里憋了小半年，憋坏了，就让她出去玩几天，玩累了就会回来的了。我妈和2位婶婶也很少跟着奶奶出门，让她婆媳4人玩个够。战丽蓉带上我也不算多人呀，就不带我们。你奶奶是真偏心，儿媳妇是亲生的，儿子是充话费送的，友好是第一个想到的是儿媳妇，孙媳妇，然后是孙子，最后才是我们当儿子的。战印忍着笑，爸在家里要是无聊，也可以约上我2叔3叔出去玩的。以往你们出门旅游都是夫妻组合，这回来个兄弟组合，偶尔换换也挺好的。不好，你2叔3叔都不好玩，跟他们一起出门很容易吵架，我才不跟他们出门旅游呢。我就喜欢带着你妈出门，你妈太无情了，把我1个人撇在家里。战印被逼着听父亲叨叨唠唠半个小时，他说他很忙，父亲才放过他，结束了通话。还是他说奶奶肯定会在彤彤生娃之前回来的，父亲才肯挂电话。都几十年的夫妻了，母亲就1次不带父亲出门，父亲就抱怨连连，好像被老婆抛弃了的怨妇一样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则是父母的感情极好，几十年的老夫老妻，感情依旧热烈，如同初恋。战印是羡慕父母的爱情的，希望他和海童在头发花白时，仍然如同初恋一般甜蜜。那个时候他们也应该儿孙满堂了，大概率会活成奶奶这样子吧。像奶奶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老太太。蔬菜公司里，海童和商小飞还有沈小军都在办公室里，不过真正办公的人只有商小飞，2个大肚婆就是过来看看的，当散心。老四直播吃辣椒结束了，沈小军刚上了个洗手间，从洗手间里出来，见2个好友都不看手机了，他随口问了句：早就结束了，前前后后都不到15分钟，便被雨萌拦住了。雨萌心软得太快，海童端着一碟水果在吃，边吃边说道：先动心的那个就是输得快，你们家老四不吃辣，吃了10几分钟的辣椒也够了，再下去真会辣死人的。商小飞笑着说道：你们家老四也不是不动心，至少他为了杜小姐连辣椒都吃了，还吃了10几分钟。看直播，杜家大小姐给他准备的辣椒辣度都很高的，那是他知道他心心念念的人就是杜雨萌。话说杜雨萌的易容技术是真厉害，他披着萌宝的马甲时，我都没有将他和杜雨萌联系到一块儿，还是奶奶想着撮合他和老四时，我才怀疑他们是同一个人。商小飞说到杜小姐再厉害，也翻不出战奶奶的五指山，战奶奶才是最厉害的那个。得亏我们2家现在不是死对头了。我也明白我大哥当初的压力有多大了，就是我妈都很尊重战奶奶的，2家是死对头时遇到战奶奶，我妈都尊敬有加，礼让10分。商小飞说完后又自夸，说明我的眼光非常好呀，我曾经看中的男人就是战奶奶培养出来的。自夸完后他笑：彤彤姐现在真的放下了，你不用觉得对不起姐，况且当初咱们都不知情，你被战印骗了一回，还好是你嫁给了战印，你是我亲表妹，等于是肥水不流外人田。战印这个好男人还是被我的妹妹拿下了，没有便宜到外人。海童笑道：你的眼光向来不差。商小飞喜欢过战印，战印是个优秀的男人，后来他放下了对战印的感情，爱上的君然，也是个不输于战印的男人。你和君然的婚礼事宜也要开始筹备起来了。商小飞看看沈小军的大肚子，又伸手过去摸一下海童隆起的肚子，等你们俩都卸了货，我再办婚礼。
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。哦，是3个多月，你们还要坐月子。宝宝，我是你的表姨。商小飞温柔地对着海童肚里的宝宝说话。宝宝动了2下，他动了。海童说道，他能听到的，经常对着腹中胎儿说话。等宝宝出生后，听到熟悉的声音，他都有安全感。好像是这样，我大嫂怀孕时，我经常对着她的肚子说话。有胎动后，我也喜欢摸她的肚子。现在我侄儿就很喜欢我这个姑姑。提到家里可爱的侄儿，商小飞都想不上班了，回家帮大嫂带娃。沈小军起身，一手揉着腰肢，边走边说道：“我坐不久，坐久一点，总觉得难受，要起来走一走。肚里的小宝宝也不喜欢我久坐，老是踢我，绝对是个调皮鬼，胎动得很厉害，踢来踢去的。”海童说道：“我这个倒是没有那么好动，估计像他爸一样的性格，闷闷的那种，不熟悉，都不喜欢搭理人，不想说话。男孩子像站印没有什么不好的。我家苏南小时候很调皮的，听我婆婆说她小时候的糗事，我都想不到她会是那么调皮的。苏南给她的感觉一直都是温润如玉，比站印好说话。婚后她对她更好，宠在心尖上，凡事都有她，她也不用操心，是个很好的依靠。小时候却是个到处闯祸，爬高爬低，3天不打就上房揭瓦的，让父母头痛不已。奶奶带着我婆婆他们出去潇洒了。海童手上拿着手机，忽然说了句，她是刚刚从婆婆的朋友圈看到的。婆婆拍了个视频，视频里有奶奶，还有2婶和3婶。奶奶要出去也不跟我说一声。海童嘀咕，随即又摸摸自己的肚子，叹口气，等这个小家伙出生后，我才能出门了。我和站印的蜜月之旅都没有呢，就等他出来后，站印再补上给我。沈小军和苏南是去度了蜜月的，他就是在蜜月最后几天得知怀孕，苏南就火急火燎地结束了蜜月之旅，带着他回来。不过那段时间，他也带着他去了很多地方玩。商小飞笑道：“我估计你要等孩子上幼儿园了，才有时间补度蜜月吧？孩子太小，你放心不下。孩子会走路了，又要哭闹着跟你，除非你能狠得下心，不管他哭闹。”海童的电话响了，是他的前姐夫打来的电话。虽然不喜欢接听周红林的电话，海童还是接听了。有事吗？海童的语气淡淡冷冷的。海童，我下午不出车，去接一下洋洋放学。你跟陆总说一声，免得他白跑一趟，可以吗？洋洋今天没什么事了吧？周红林关心地问。知道儿子发烧了一回，他挺担心的。哪怕知道站家有家庭医生，海童也会照顾好洋洋，他还是担心。父母去过幼儿园等洋洋，跟陆东明闹了矛盾。陆东明指责他的父母买了炸鸡给洋洋吃，父母又指责陆东明就是利用洋洋来讨好海玲，并非真心疼爱洋洋。回来后，父母都在他面前抱怨，唠唠叨叨的，说洋洋越来越不亲近他们，说他们才是洋洋的亲爷爷亲奶奶。结果洋洋离他们越来越远，就是陆东明从中使坏。总之，父母的意思是让他这个亲爸多抽点时间去陪伴洋洋，免得洋洋以后只知道陆东明这个后爸，不记得他这个亲爸了。被父母唠叨了2天，周红林只得下午不出车去接儿子放学。不过接送卡在海童那里，总要跟海童说一声，从海童那里拿到了接送卡才能接到洋洋，还要让海童给洋洋的老师发信息，告诉老师是他这个亲爸去接孩子，洋洋没事了，已经好了，你要去接洋洋放学。海童想了想后应允了他，说道：“那行，我等会儿给洋洋的老师发信息，告诉老师下午是你去接洋洋。”好的，海童，谢谢你。周红林感激海童没有为难他，海家姐妹的人品都挺好的，海玲现在有了新的感情，
早就放下了对他的怨恨，能够与他和平共处。但是海童对他还是有很多不满的，只是他和海玲离婚了，他再也伤害不到海玲，又是洋洋的亲爸。为了洋洋健康成长，海童忍着，只要他想见洋洋，海童都会同意。你接洋洋放学，会带他回去吃饭吧？记住不要给他吃那么多上火的东西，特别是炸鸡、薯片这些高热量的，他吃了会喉咙发炎。那天他发烧就是喉咙发炎导致的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会跟我爸妈说的，不会让他们给洋洋吃那么多高热量的东西。从海童这里知道洋洋发烧的原因，真的是父母带洋洋去吃了很多炸鸡、薯片的原因。周红林知道父母是错怪了陆东明，陆东明对洋洋的好，周红林都看在眼里。其实他很清楚，陆东明并非为了海玲才对洋洋好的，反而是他先对洋洋好，才会关注到海玲，后面就爱上了海玲。洋洋聪明伶俐，可爱得很，人见人爱，陆东明会喜欢洋洋很正常。那接送卡，我现在在我的公司里，你可以过来拿接送卡。他的公司周红林来了还容易一点，要是他回到豪庭别墅区的家了，周红林想拿到接送卡就要他送出去。好，我一会儿就过去拿接送卡。海童嗯了一声，周红林便不好再打扰他，挂断了电话。商小飞和沈小军都关心地问，洋洋的亲爸打电话给你做什么？他要去接洋洋放学。他说他下午不出车，去幼儿园接洋洋放学。周红林的父母去过幼儿园接洋洋，洋洋跟着我姐夫走了，他们很生气，因为洋洋发烧一事，我姐夫也憋了一肚子的火气的，双方吵了起来。洋洋回来跟我说，他爷爷奶奶很生气，还骂了我姐夫，骂得很难听。洋洋问我，为什么爷爷奶奶总喜欢骂人？在洋洋的印象里，他的爷爷奶奶是喜欢骂人，以前总是骂他的妈妈，后来妈妈和爸爸分开了，不再住在一起，爷爷奶奶倒是不再骂妈妈，还极力讨好妈妈呢。可是他们又骂陆叔叔。洋洋理不清大人们的矛盾，但他知道陆叔叔没有错，爷爷奶奶骂陆叔叔就是他们的错。商小飞说到，周红林的父母简直就是极品，得亏海玲姐和周红林离了婚，待在那样的家庭早晚都会抑郁。他们好意思骂表姐夫了，他们就是嫉妒，就是恨，嫉妒海玲姐二嫁都嫁得那么好。他们的儿子二婚娶的什么呀，差点害死了海玲姐母子俩。从他们一家人身上可以看到一种结果，就是那些当公婆的总是联合儿子针对儿媳妇，告诉儿子离了婚还能找一个更好的。结果呢，看到了吧，最好的是他们不喜欢的那个。沈小军接话，有些闹的儿子儿媳妇离婚后，儿媳妇轻易就能再嫁，他们的儿子反而无法娶到老婆了。现在是什么环境呀？多少男人都娶不到老婆当光棍的呢？不是说现在这年头只要老婆不跑就是赚到了吗？沈小军在看店的时候，偶尔也会去左邻右舍那里坐坐，听听八卦，他们很多都是外地过来的，从他们嘴里能听到很多八卦。就有人说过，村里的恶婆婆瞧不起儿媳妇，总是挑唆儿子家暴儿媳妇，教唆儿子和儿媳妇离婚，说什么离了婚再给儿子娶一个更好的更年轻的回来。等到儿子儿媳妇真离婚了，呵呵，当婆婆的恶行传遍了十里八乡，当儿子的又会家暴老婆，谁还肯将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？况且重新娶一个老婆不用花彩礼吗？以前的彩礼钱和现在的彩礼钱不是一个级别的。当儿子的离婚后一直娶不到老婆，后悔了，去找前妻想复婚时，人家前妻和第二任丈夫生活的幸幸福福的，孩子都有了，怎么可能会和他这个家暴男复婚？他们嫉妒我姐再嫁还能嫁入豪门，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，只是他们没有办法阻拦，也没有资格阻拦，他们就将目光放到了洋洋身上。海童将周弘洋想哄骗洋洋的压岁钱
哄洋洋和他们来往密切，以后能够关照一下他的3个儿女的事都告诉了好友，听得沈小军和商小飞直骂娘，将周鸿纓的祖宗18代都问候了个遍。以前周父周母就偏爱着周鸿纓的儿女，对洋洋这个亲孙子只是表面疼爱，眼见洋洋前途一片光明，周鸿纓竟然想让洋洋提携他的儿女。其实只要周家人真心对待洋洋，洋洋长大成人后要怎么提携周家人，海童都不会管。但周家人对洋洋始终不够真心，哪怕是现在，也只有周鸿林这个当爸的对洋洋是真心的了。周父周母是看情势的，幸好呀，幸好呀。商小飞再一次感叹，幸好海玲姐离了婚。他还记得海玲姐和周鸿林离婚时，他帮过海玲姐出气的。沈小军知道的更多，他说道：可不是吗？好在海玲姐懂得及时止损，也多亏战奶奶会演。若没有彤彤闪婚战印，有了战印的帮忙，海玲姐离婚没有那么顺利。不说别的，仅是洋洋被周家人抢走要藏起来，若没有战家帮忙，海玲能不能要回儿子都是个未知数。多少夫妻闹离婚时，强势的男方抢走了孩子，藏起来不让女方看孩子，哪怕孩子年纪小，判给了女方，男方也会强行抢走藏起来。多少妈妈从孩子被抢走那一天起，就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孩子，他们的绝望痛苦谁知道？所以说海玲是幸运的。海童笑一脸的温柔，此生有战印这个丈夫，她心满意足了，余生夫妻恩爱到白头，能够儿女双全，老了儿孙满堂，人生就完满了。